上集說到，中國原本已经決定出兵援朝，卻因為蘇聯空軍無法及時到位而被迫暫停。此時美軍已經佔領平壤，先頭部隊距離中朝邊境不足100公里，出兵與否必須立刻做出最終抉擇。10月13日下午，中央政治局召開緊急會議，核心議題只有一個：在沒有蘇聯空軍掩護的情況下，這仗還能不能打？彭德懷認為，蘇聯雖然不能馬上出動空軍，但只要能提供武器裝備，仗還是可以打的。毛主席態度堅決地表示，即便打不過也好，美國欠我們一筆賬，什麼時候想打可以再打。最終決定，即使蘇聯2個多月內不能出動空軍，志願軍也必須立即入朝。毛主席在給周總理的電報中說，應當參戰，必須參戰，參戰利益極大，不參戰損害極大。沒有制空權，意味着志願軍的所有行動都將暴露在美軍飛機的轟炸之下。但如果繼續等待，朝鮮將全境淪陷，中國東北將直接面對美軍的威脅，出兵是唯一的選擇。10月14日，斯大林同意以貸款方式向中國提供軍事裝備，並承諾2個月後出動16個噴氣式飛機團掩護作戰。毛主席當即決定，志願軍於10月19日開始渡江。然而，就在部隊出發之際，蘇聯又變卦了。斯大林通知中方，蘇聯空軍只能在中國境內駐防，不會進入朝鮮作戰。毛主席緊急叫停了原定17日入朝的先頭部隊。18日，中央政治局再次開會，決定不論有天大的困難，志願軍渡江援朝刻不容緩。如果再拖延下去，志願軍連布防的時間都沒有了。10月19日夜，25萬中國人民志願軍從遼寧安東秘密渡過鴨綠江，奔赴朝鮮戰場。為了躲避美軍飛機的偵察，只能在夜間行軍。中國出兵後，斯大林才鬆了口。1950年11月1日，蘇聯空軍開始與美軍交戰，擔負掩護後方的任務，直到戰爭結束。1953年7月27日，美軍簽署停戰協定。頭號軍事強國硬是被中國人民志願軍與朝鮮人民軍打回了談判桌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內容了，點擊頭像可以觀看更多精彩故事。我們下期再見。